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2月10日，星期二。我们在盘中来给大家做一个复盘。此时此刻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市场还在交易中。我们看一眼盘面 ，SPY 涨幅是微乎其微。QQQ 这边甚至还在红绿盘之间反复的横跳，那么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今天非常的无聊，甚至觉得这种高位的窄幅震荡是不是意味着上涨动力枯竭了？是不是主力在偷偷出货，准备迎接明天的非农数据？如果你的思维还停留在涨了就是好，跌了就是坏，横盘就是乏力这个层面上，那么不好意思，你可能永远都只能做韭菜。那么今天的这期视频，我想透过 K 线来带大家看一下资金的微观的结构。我要告诉你，今天的这个缩量横盘恰恰是主力最精明的控盘的手段。那么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会员群朋友盈利的一个情况哈，这位朋友从赔5000来赚到了2000，非常的不错。那么在视频里面我只能给你方向，但是在群里面我会给你信心，因为来不及做视频嘛，我们第一时间就是要发在会员群。市场的瞬息万变，我的实时判断，那么只会发在会员群给大家看。关键的时候，我的点位就是你的定海神针。点位我们争取把它做到简单易懂，让大家傻瓜式的去抄作业，消除知行合一的障碍。每个人的背景和仓位不同，那么我就是你仓位和心态的私家医生。盘中我们会有答疑，一个提示能够帮你挽回几千刀的亏损，更让你会有上万的一个利润。如果大家想来加入我们会员群的话，别忘了来扫码或者是来点击视频下方描述的链接来加入。如果你要加入 YouTube 的会员的话，只有博士班有每天的点位，博士班没有群。如果你想加入群的话呢，还是要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的会员群，好吧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深度的拆解今天的大盘。为什么 SPY 距离新高已经很近，但是 QQQ 这边还在犹豫？那么现在盘面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缩量扛跌，板块分化。为什么说缩量是今天的核心？在技术分析里面跟大家讲一下，高位缩量通常有两种解释，一种就是买盘的枯竭，一种就是卖盘吸售。你怎么去区分呢？你就去看一下盘中5分钟的图，分时图。每当你可以看到 SPY 在往下跳水大概0.2%的时候，马上有资金给它给拖住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有拖住的资金。那么下杀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量，反弹的时候量能够温和的进行一个放大，这说明市场是没有恐慌盘的。那么明天非农数据，周五 CPI， 像这种超级宏观周的背景下，竟然没有人愿意抛售手中的筹码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势的信号。那么为什么 QQQ 纳指的表现不如 SPY 标普？这个呢，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深度的逻辑，资金的高低切换与避险的防御。目前的资金流向非常的清晰，主力在拉高后的半导体，比如说像英伟达，这里面部分获利盘切换到了金融工业这些 SPY 权重更大的传统板块里，因为在非农数据发布前，纯科技股的波动率，也就是他们的 beta 是太高了。机构为了控制风险，他会选择用 SPY 来作为盾牌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QQQ 现在的弱，它并不是真的弱，而是在蓄势，是在等待宏观靴子落地后的补涨。SPY 现在在顶着这个天花板走，一旦 SPY 把这个空间给打开，那么资金的安全垫就有了，他们就会迅速杀回 QQQ， 那个时候就是科技股的主升浪。好了，我们再来针对明天非农数据来推演一下剧本。这里呢，我想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反直觉的逻辑，数据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市场对数据的一个定价。那么现在市场定价是什么？就是说我们看到 SPY 它已经是要接近历史的一个新高，这意味着市场已经提前计价了经济软着陆，或者是数据不会太差。那么明天的非农数据它就会出现3种博弈的路径。第一，数据极好，那么就是经济过热，市场第一反应会是恐慌，担心降息延后，大盘瞬间下杀。第二就是数据极差，衰退的交易，市场担心盈利下滑，同样是会有个下杀。第三就是数据温和，直接的来进行起飞。那么我的判断是什么呢？主力正在利用周二的横盘构建一个波动率的陷阱，
明天数据公布的那一瞬间，不管好坏，市场大概率它会有一个假摔的动作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的期权持仓里有大量的看涨期权堆积在高位，主力它必须要通过一次快速的下杀，把这些浮筹清洗掉，把隐含的波动率打压下来，那么才能够轻装的上阵。所以说明天的走势，我的结论非常的简单，就是先抑后扬。如果明天盘前或者是开盘直接的下杀，去测试 SPY 这边大概在690上下的一个位置，甚至要去给我回补一下周一的这个缺口，那个就是绝佳的买点，而不是卖点。因为从更宏观的周期来看，2026年的降息大趋势不可逆转，单月的数据波动改变不了 W 底的右侧突破形态。那么在这样资金流向下的情况下，哪些个股是有机会的？因为我们现在的前提是判断大盘 SPY 搭台 QQQ 唱戏，那么选股的逻辑就要非常的精准。补涨的逻辑，我认为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谷歌。为什么不讲英伟达？因为英伟达在天上，我们在170的时候已经建议大家去入场抄底了。那么谷歌在最近的一周的震荡中，我认为它是在明显的构筑一个底部平台。你可以看一下日线的级别，均线已经开始有一个粘合 ，MACD 的指标在水下金叉，说明空头的动能已经耗尽。对于这种巨头，只要大盘企稳，资金回流科技股的第一站，往往就是这些估值的洼地。我预计明天数据落地后，它可能会有一根放量的中阳线去修复之前的一个估值的折价。再来说一下特斯拉，特斯拉很有可能会变成什么呢？进攻逻辑的急先锋。因为特斯拉是这波行情的情绪放大器。今天周二大盘是有一个横盘，但是你可以看到特斯拉走得非常的活跃，这说明里面的活跃资金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smart money 没有进行撤退。从技术层面来看，特斯拉正在尝试着去突破一个关键的下行趋势线，你可以看到这一波就是一个回调，那么它现在就是要进行一个突破。如果明天非农数据后大盘选择向上，特斯拉它会是弹性比较大的股票，因为它的目标位不仅仅是438这里，而是要去填补上方的一些缺口，大概在450左右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特斯拉的操作必须要带止损，如果跌破了今天的低点，说明进攻失败，你就要果断的进行离场。如果大家觉得科技股抖动的太厉害，你可以去关注一些传统板块的个股，比方说像这个卡特彼勒，那么它现在的走势就是经典的多头排列，沿着这个5日线慢慢的进行爬升。这种股票虽然说不性感，但是能够让你在动荡的市场里面去睡个好觉。那么问题的个股来给大家说一下，大家都盯着二当家 AMD， 来看一下 AMD 为什么要去讲它，因为英伟达它的这个位置太高了，很多人不敢去追。AMD 最近的走势非常的有意思，因为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面 AMD 构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箱体震荡。今天周二大盘横盘，但是你可以看到 AMD 这边有在悄悄的放量，尝试着去攻击箱体的上沿。这说明什么呢？因为有资金去赌它会接力英伟达。如果说大盘选择向上，明天那么资金一定会去寻找性价比最好的芯片股， AMD 它肯定就是首选。如果能够站稳在224附近的一个压力位，那么上方的空间可以说是一马平川。这个呢不仅是补涨，而是价值来进行一个回归。那么有些朋友会问，软件板块的 SaaS 龙头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？你可以去了解一下PLTR。 我们以 PLTR 为例，大家都知道这波行情是硬件先涨，谁呢？就是英伟达。再来传导到软件的应用， PLTR 它最近的财报非常的亮眼，所以说它的基本面是扛打的， AI 的变现逻辑跑通了，但是它的股价在财报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缩量回踩。今天周二它的成交量是萎缩到了比较极致的一个情况， K 线的话呢是收了一根中阴线，这个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变盘的信号。对于这种散户人气极高、基本面又硬的股票，一旦大盘企稳，它就是反弹的急先锋。我比较看好它在明天的数据后拉出一根阳线，去吞没之前的这个阴线。但是我要告诉大家，散户爱的股票，它不一定拉涨的动能会非常的大。再来，我们讲一下这个 Coinbase， 为什么要去讲它？因为加密货币这边它有蓄势待发的一个可能。 Coinbase 作为美股里最纯正的加密资产的代理人，它的波动率是大盘的3倍以上。如果说明天大盘确定向上，并且比特币顺势也有一个跳空的高开，那么资金贪婪它会选择要去
入手这个 coin。如果你喜欢博取高收益，并且能够承受波动，这只股票是一个非常好的观察的标的。但是我在会员群，我不会带大家去做这只股票，除非它的这个底部做得非常的夯实的前提下，好吧？那么我们再把今天的内容做一个总结。今天的缩量横盘不是行情的终结，它是冲锋前的一个宁静。主力通过控制权重股，掩护资金在科技股里面来进行一个调仓换股。所以说对于明天，我建议大家的是什么呢？你不要去赌数据的好坏，那个是赌徒做的事情。我们要做的一定是看懂资金的意图。主力如果说没有跑，那么它就一定是在等待着发令枪。我们的策略的话呢，也是比较的简单，你不要满仓，你一定要留出20%以上的一个现金。如果说明天非农数据公布出现急跌，不要慌，盯着我给你们的关键支撑位，那个就是主力给你倒车接人的机会。然后呢，你把你的现金给打进去。如果你直接拉升，你手里的仓位足够让你去躺赢。交易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管理风险，跟随趋势。现在的趋势依然是在多头手中的。希望这期深度的逻辑拆解能够让你看清 K 线背后的真相。如果你觉得像这样的硬核分析对你有帮助，请你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点赞，让我们明天的盘后视频再见。